近段时间，哈马斯抢了全世界的头条，但另一边呢，俄军也是不甘寂寞，趁全世界的目光并没有关注在他身上的时候，在10月10号对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最近俄乌战场上的进展。在前一段时间的俄乌双方之间的战斗逐渐转变为小规模化，正当人们认为两边都有些疲惫，准备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俄军突然向顿巴斯5个地区发起了攻击。在这里呢，俄军集结了11万大军和上千辆坦克，在空中和地面对乌军发起了密集打击。虽然目前整体来看呢，俄军的进攻效果并不明显，双方依旧在顿巴斯陷入了焦灼状态，没有一方能够取得明显的优势。但在卢甘斯克前线，俄军却有了一定的进展。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军在卢甘斯克前线、阿夫杰耶夫卡、驻垒地区以及扎波罗热战线都发起了进攻行动。其中扎波罗热俄军呢，在派克特哈特和收获村等地都有向前推进的动作。卢甘斯克的托尔斯克等地呢，也有俄军往前推进的消息。而在这些进攻方向中呢，俄军动作最大的地方莫过于阿夫杰耶夫卡。俄军出其不意地拿下了阿夫杰耶夫卡驻垒区域最北端焦化厂北侧的大矿扎山。该地区的地形条件非常好，可以俯瞰整个阿夫杰耶夫卡地区，而这条铁路呢，又是阿夫杰耶夫卡的主要后送交通线。该地的弹药、物资和人员补给、伤员后送等等，全都得依赖这条公路。所以俄军占据了这座大矿扎山，切断铁路线后，就能试着对阿夫杰耶夫卡驻垒区域形成包围态势，有着比较强的战术意义。同时，俄军对阿夫杰耶夫卡的猛烈炮击正在进行中。此前报道称，乌军正在这里集结兵力，但不得不将其撤至顿涅茨克南部方向。阿夫杰耶夫卡南翼方向呢，也传来了俄军进攻的消息。根据资料，俄军为此战役已经准备了2个多月。此前之所以出动航空炸弹持续轰炸，是因为当时不允许暴露己方大炮的位置。现在俄军炮兵正在竭尽全力的射击。从清晨开始，俄军所有口径的火炮都在工作。除此之外呢，航空兵也带着 FAB-1500 炸弹加入战斗。除炮兵之外呢，俄军的突击分队也从斯巴达克方向向南发起攻击。据初步消息，俄军占领了设防区以南的 E50 公路一段，而俄军的下一个目标呢，则是准备进一步向博蒂奇村推进。只不过就当前阿夫杰耶夫卡前线的俄军实力来看，俄军在这里没有太多主力，以第一军和动员起来的部分动员兵团为主，守备有余而进攻不足，因此大兵看来，俄军的下一步动作恐怕不会太顺利。除了阿夫杰耶夫卡以外呢，车臣特种团和瓦格纳混编部队也在顿涅茨克西南的马林卡地区北部取得了突破。只是目前呢，并没有阿瓦迪夫卡动静大。除此之外呢，在扎波罗热的库班，在北线斯瓦托沃一线，俄军都发起了反击。不过俄军的进攻呢，也遭到了乌军的顽强抵抗。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乌军在前线展开了反击，并成功阻止了俄军的突破。乌军指挥官表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乌军利用其在顿巴斯地区多年经营的坚固阵地和地下通道，以及来自西方国家提供的新型武器和情报支持，与俄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乌军使用了火炮、多管火箭炮、反坦克导弹等武器，给俄军造成了伤亡和损失。目前呢，双方在顿巴斯北线陷入了焦灼状态，没有一方能够取得明显的优势。天气和地形也给双方造成了困难，道路泥泞和能见度偏低都影响了双方的机动和火力。但是由于俄罗斯这次出动的是陆空双层次的打击，让乌军一时间也有些难受。面对这个局面，不少人会将这次进攻当成俄军的新一轮的进攻，但大兵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目前顿涅茨克西北的阿夫杰耶夫卡已经快被围3缺1了，仅剩西部。俄军呢，很有可能会故意留着这里，将其当成一个新的巴赫姆特，三面围击，留下西面，用火力切断交通，从而大量消耗来源的乌军。毕竟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力气再多吃下几块土地了，能够守住当前就已经算谢天谢地了。但俄军同样深知乌克兰不会就此罢休，
因此利用这片土地来大量消耗乌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乌克兰发动大反攻后，俄军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在乌军的这4个月的夏季攻势中呢，俄军在几个主要交战区都设置了不少火力口袋，比如西轴线的罗村和东轴线的收获村，就是2个典型的火力口袋，前者更是阻挡了乌军整整2个月的时间。因此呢，在卢甘斯克前线，俄军也很有可能会继续这么做。而且俄军目前正在试图占据更加有利的出发地，比如夺下斯瓦托以西的第2道分水岭。这道分水岭呢，可以直接俯瞰奥斯基尔河沿岸，将对后续俄军的行动带来极大的优势。但是俄军在具体的打法上明显还是比较谨慎的，以火力消耗乌军的有生力量为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攻击中，俄军出动了大量的空天军。苏25、苏34投射带制导套件的铁炸弹，对这些坚固防守的镇子造成了很大伤害，乌军很多坚固工事被炸成了废墟。俄卫星社10月8号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南部集群新闻中心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南部集群航空兵正在对安东诺夫卡和波别达村第79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旅的指挥观察所实施导弹炸弹打击，数百枚导弹和炮弹砸向这2个旅，而乌军的防空系统因为缺乏拦截导弹而难以对抗这些战机。显然，新款制导炸弹的加入让俄空天军的对地能力有了很大增强。关于俄军使用的滑翔制导炸弹，最早的消息呢，在今年5月，俄军方曾证实，俄军战机已经开始正式装备滑翔炸弹。乌克兰方面也证实，俄军这种炸弹在战场上使用的越来越多，其中呢就包括配备滑翔套件的 FAB-500常规炸弹，以及新型的 UPAB-1500 滑翔炸弹。这2种炸弹都能够在空中飞行50公里，然后精确命中地面目标，相当于俄罗斯版的捷达姆精确制导炸弹。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使用卫星制导的滑翔炸弹在美国多年前就已经大批量装备了，但是在俄罗斯却一直是稀罕物品。尽管苏联在80年代末就开始研制卫星制导炸弹，但进展始终不大。直到2002年，俄罗斯才在英国范保罗航展上展出了自主研发的滑翔制导炸弹，名为 GNPP 巴兹拉特的公司为俄军广泛装备的 FAB-500 型航空炸弹提供了4套改造方案。最基础的版本加装了 1.98 米长的机翼，没有制导系统，射程约8公里。第2套和第3套方案分别配备了惯性导航和卫星导航系统，射程扩展到12公里到60公里。最高端的版本加装了一台简易的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射程进一步增加至100公里。但这款呢，俄式 GDAM 虽然多次在防务展会上亮相，但未能投产。毕竟俄军工企业明明可以通过更昂贵的导弹获取大量利润，这也难怪对生产廉价的精确制导炸弹缺乏兴趣了。直到这场俄乌战争开打，俄军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卷入了持久战，想要坚持下来，大量廉价好用的武器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呢，与美国同类型武器不同，俄罗斯的 FAB 系列航弹采用一体化结构，不能简单的移除尾部稳定装置，再利用制导单元代替。因此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俄罗斯的滑翔制导模块更像是一套独立的飞行装置，让炸弹乘坐在它上面。这种看似粗糙的设计呢，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该模块呢可以由前线作战单位直接安装，不必像美制的 GDAM 那样需要事先在后方工厂准备妥当。而这些新投入战场的滑翔模块，距离也要比此前俄军使用的制导炸弹要更远。毕竟在俄乌战争前期，俄军也是使用了一些制导炸弹，也就是库存的激光制导炸弹。但是这些炸弹的投掷距离相比普通无制导航弹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俄空天军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必须从中低空进入，近距离轰炸。这样一来呢，就会迎头撞上乌军的防空武器，从而导致俄空天军遭遇惨重损失。这1年多来呢，俄空天军的战场出动率严重不足，一直被嘲讽消极避战。关键原因呢，就是缺乏精确制导武器。俄军战机经常被迫冒险进入乌军防空火力范围内，实施常规对地打击，因此损失十分惨重。据西方不完全统计，乌军击落的俄军战机和直升机已经接近200架了。
严重的战损让俄军战机被迫减少了这些低效率的出击行动，从而导致乌军是不再惧怕空中打击，还能够不断地在各条战线上发起反攻。但卫星制导炸弹的出现，则可以让俄军战机远离敌方防空火力，从而降低战机损失。尽管目前俄制滑翔制导炸弹尚未完全成熟，但它总体上已经能够满足俄空滇军以低成本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的需要了。只是呢，俄军在几个月的实战中投入的卫星制导炸弹数量明显有限。根据乌克兰方面宣称，每天发现的滑翔炸弹也就20枚左右，这点数量呢，对于整个俄乌战场而言是完全不够用的。因此呢，就看未来俄军能否对该套件进行大批量生产了。另外呢，虽然俄空滇军正在不断地为自家带来好消息，但另一边的俄防空部队却又闹出了乌龙。最近呢，与俄罗斯空天军关系密切的电报频道 Flight Bomber 在10月9号暗示，又有一架俄军战机被友军火力击落了。但是呢，俄罗斯国防部跟以往一样对此保持沉默，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回应。据了解，这次被击落的俄军战机是在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一架苏35战机，其损失原因和前几天那个一样，很可能是被自己人击落的。不过好在这次俄军飞行员是成功弹射逃生了，这也让不少网友开始调侃，乌克兰防空部队称其再不努力，战绩恐怕很快就要被俄防空部队给超越了。对俄军而言，防空识别什么的根本不重要，先打下来再慢慢识别。而在俄乌战场之外呢，近期大家最关注的恐怕就是巴以冲突。这场突如其来的争端在第一时间就吸引了美国的注意力，为此美国还打算派出2艘航母前往以色列帮忙。但这样一来呢，也会让人担忧美国是否会被以色列事件牵制，而无力再管乌克兰了呢？韩国中央日报认为，美国无法同时应对乌克兰和中东2个战场，在巴以冲突加剧后，拜登政府只能集中精力关注以色列，因此对乌克兰的支持很可能被欧洲国家承担。而美国方面呢，却反驳了这些观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常驻北约代表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不会影响对乌援助，同时美国防部也在用行动证明这一点。在11号，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乌克兰防务问题会议上宣布了2亿美元的新一轮援乌计划，将提供包括 AIM-9 响尾蛇导弹、陶式反坦克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弹药以及反无人机设备等大量武器。而在此之前呢，美总统拜登还决定向国会申请迄今为止对乌援助的最大金额1000亿美元。这项一劳永逸的拨款方案如果通过，就可以让拜登绕过国会，对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援助，直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想法呢也得到了美国政府内部许多人的坚定支持。除了美国之外，在当地时间11号，英国和伙伴国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亿英镑的新一轮军事援助。新军援旨在帮助乌克兰清除雷区、维护车辆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此外呢，新军援还包括可以跟踪和摧毁无人机的防空系统。另一边，德国也在前一天宣布，将会在今年冬天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欧元的新一揽子支持计划，其中呢包括防空系统、坦克等武器装备。德国也由此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乌克兰军事援助国。显然，这些乌克兰的支持者们已经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对乌克兰的关注并不会因为其他问题而减少。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